我真没想到是你。如果是别人，我不愿意。是你，我愿意。你别动我。你是不是先去洗个澡？你是不是不太舒服？别碰我！你千万别碰我，我求你了。怎么了？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呀？现在你后悔了。刚才进来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拒绝。你可以带着妻子离开这。不会出事吧？不会，洪子强经常玩这种游戏。这个洪泽强是你老公？怎么会这样呢？怎么这么巧呢？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耻辱。我们一起洗个澡吧。你怎么了？看算了吧。什么算了？为什么呀？你很有魅力，你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绝对美丽的女人，我很欣赏你。我去看看我丈夫。哎，等等，看什么呀？你丈夫正搂着我老婆享受呢，你去了，第一次你是接受不了的。你很有魅力，能和你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幸福。我是做生意的，以后我们可以经常来往。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能提这种过分的要求呢？好，不好意思，以后我绝对不会再提这种要求了。你能原谅我吗？我知道，你是第一次，你和你丈夫之间没有了激情，谁都一样，我和我的女人也都完了。我们大家不是靠这种游戏寻找新的激情吗？我们还等什么？他们已经开始了。哎，我先洗个澡。你别过来啊！干什么呀？一块儿洗吧。不行，绝对不行！他们在干什么？已经来不及了。说实话，如君，我真没想到，我们中学毕业以后第一次见面，会在这种戏剧性场面下见的面。我也感到是一种耻辱。我实话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想来，是我丈夫逼我来的。你看我身上这些伤疤，我要是不来，他就把我的头往地下撞。他就是这么一个无赖。你怎么嫁了这么个人呢？自从你考上医科大学，第2年，我考上了东海师专。说实话，我心里非常的自卑。我觉得我和你之间产生了距离，我就决定断了和你的联系。毕业以后，我分到一所小学教书，后来就遇到这个畜生般的丈夫。他是高干子弟，他是做生意的，
你干什么去？能不能停止？我要带我妻子回家。晚了，已经晚了。哎，咱们一起洗吧。不行。我们开始吧。怎么，你不乐意了？来都来了，哎呀，啊！放开我！啊！你们没有，我也没有，我没有换成。我爱你，不能让你离开我。我不能让别人侵犯我们的爱情。我要保证我们领土完整。傻瓜，我很完整，没有人侵犯我们的爱情。我没有换成，当时觉得特别的恶心，所以我觉得很卑鄙，所以我拒绝了他。可是他想强来，我把他的背抠烂了，还给了他眼儿吧。你没换成？我不是在车里跟你说了吗？没换成。你呢？啊，小娟。爸爸，早餐还没有准备好吗？我要上学去了。啊。对不起，宝贝，妈妈马上给你做好吗？啊，小娟，待会儿爸爸送你上学校啊。看着我干嘛？又不是不认识。你跟你那中学同学真的没在一起？那你成了圣人了。我跟你一样，我感觉到了耻辱，感觉到了恶心。我现在，我脑子都要爆炸了！我说实话，你给我说实话，你们到底成了没有？我说过了，没有成。你怎么不信我呢？你不是也不相信我吗？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你，李如君，我不希望我的丈夫骗我，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喊什么呀？孩子听见了。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了？大清早吵架，昨天晚上你们去了什么地方？今天早上你们进门的时候，我就听见了。洗，实际把他挪为废物，真是气死人！精彩节目没有录到。这么美丽，也搞这一套。是我。我们再见。好，再见。耀军，你爸爸妈妈真好，站在一起好般配呀。孝军，你真幸福。李小军，你爸爸妈妈都是东海名人，我们都为你骄傲。走。好了，慈父慈母的角色扮演完了。你什么意思？我好像还在噩梦里，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李汝君，我们能不能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交换是你同意的，本来就是一场游戏，没想到你认真了。什么压力，什么耻辱，我脑子都快爆了。你不要给我这么大的压力，既然没有换成，你就不要再没完没了了。偏偏，这样的游戏我们不要再做了，好吗？我求你了，偏偏，真的，当你和那个男人进入另一个房间的时候，我都快崩溃了。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我对你，我从来没有过的爱你，我甚至发现我好像进入了一场噩梦。我真想跑过去把你夺回来。我甚至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我会失去你。汝君，我真的很理解你的感受，但是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没有换成，我拒绝了他，而且我还给了他一嘴巴子。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他。我还记得那个男的名字叫洪自强。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真的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了，好吗？好。你说以后我们不玩这种游戏，我同意。可是你对我没有激情了，我对你没有激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有的中国几亿夫妻，甚至全世界的几十亿夫妻，不都有这种问题吗？不照样过来了？觉得可怕。是可怕，这就是社会。我们不能再违背社会伦理做这种事情，这种事儿是不耻于人类的。你怎么又绕回来了？有这么可怕吗？让你说成了比核扩散、大气层污染还要更严重的事情。我说萍萍，你是不是换成了啊？你怎么会有这样理论啊？对这件事情，我有我的看法。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没有换成。你怎么老重复这一句话呀？真把我气死了。好，我知道你没换成，你还是完整的。但是我们从思想上得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国家是一个受四书五经影响很深、很传统的国家。这样，我们夫妻之间需要调整，我们一起想办法。你要答应我，我们不玩这样的游戏了，远离这样的游戏，啊？看来你真的是受刺激了。我答应你，今生今世都不玩这个游戏了，好吗？偏偏，你答应我爱我一辈子。你这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你不是说你没换成吗？你怕什么？对呀，我可以找到他们呀。难道我要发财了吗？法律的普及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犯罪不仅仅是以社会某个集团集体形式出现的，更重要的犯罪出现在我们以家庭为单元的环境里。所以，犯罪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夫妻的一方发生了婚外情，另一方不能忍受，最后冲动打人，甚至冲动杀人，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家庭犯罪的一个新的倾向。比如性骚扰犯罪，也是以个人为单元的犯罪形式，特别是广大女性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还有一种新形式的犯罪，就是对他人隐私的偷窥和拍摄。我们接到许多女孩子的投诉，在地铁里，在公共厕所里，在商场的更衣室里，甚至我们常常去的大众浴室和桑拿里，都出现了偷拍。而且令人愤怒的是，这种偷拍常常被恶意地散布在网络上。所以，法律对网站的制约也是迫不及待要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发短信进行骚扰，对他人进行纠缠，也是一种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是可以进行拘留的。通过我们对各种新的犯罪形式的分析，我们这里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不能仅仅加强法治建设，不能仅仅强调普及法律。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就是犯罪关怀。我们社会要对犯罪嫌疑人和那些有犯罪冲动还没有构成犯罪的人进行关怀。所以，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期谈话节目里讨论预防犯罪的话题。哎，希望李大夫广大听众，你爱人的声音真好听。是吗？我喜欢，你们两个真有意思。一个人在挽救别人的生命，另一个在挽救别人的灵魂。哎，你干什么？宾馆里不是有规定，工作人员不可以进前台吗？哦，我想订个房间。你订什么房？我想订个明天的，要不后天的也行。我有个亲戚要来。明天、后天没有房了，接了几个茬儿。啊，对了，昨天，哎，不，是前天，我有个亲戚说是来住来，不知道来了没有？哎，你帮我查一下。几楼啊？听他的意思，好像住4楼。叫什么？啊，他叫洪自强。洪自强，订的是412和421房间。哎，他是什么单位的？你不知道他什么单位的？我忘了，我忘了他什么单位的了。到底是不是你的亲戚？你要干什么？宾馆里有规定，客人的资料可是保密的。啊，没事儿，那不告诉我就不查了。
那什么，明后天没有房间我就不订了，我到别的宾馆订了。你先忙着，我过去了啊。好了，法治热线的节目主持人于萍萍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明天见。萍萍姐，你真棒，声音特别好听，我也可以算是你的粉丝了。对了，萍萍姐，我刚刚拿到台里的最新调查报告，你看我们栏目的收听率已经大大的提升了。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姐，我有一个想法想和你谈谈，因为你是我们节目的制作人，又是著名主持人，所以我想请你帮我呼吁一下。好啊，你说。我策划了一个新的栏目，叫做《道德热线》，是我自己私底下策划的，你看看。关于这个道德热线啊，我是这样想的：婚外恋、性骚扰、偷拍隐私，发骚扰短信，这些都是属于道德的范畴。我们就这些问题可以大做文章，而且我也想试试主持这个节目。我是传媒大学毕业的，应聘来了台里。我希望像您这样的金牌主持人可以多多的帮助。好吧，改天再说吧。现在已经6点了，我要接我儿子放学。洪自强到底什么单位？这样看来，这几条大鱼还是很难掌握。不急，留着总有用处，总要找机会抓住这几条大鱼。于萍萍，这有你的听众来信，看几十封呢。谢谢大姐啊。哦，还有一束玫瑰。玫瑰？谁送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他又进去我没让，他扔下玫瑰就走了。他长什么样啊？40来岁儿，不好看，反正也不难看。今天爸爸送你，乖一点啊。妈妈再见。小心一点。好了，广大听众，我是东海电台法治热线的节目主持人于萍萍，大家晚上好。现在又到了我们谈话的节目时间。亲爱的听众，如果你和你身边的人对法律有什么疑难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888896。喂，你是主持人于萍萍吧？我是，你好。我很喜欢听你的节目，特别是你的声音很有魅力，很喜欢。对了，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包括我女儿。谢谢你们全家。你的法治热线我们经常听，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法律知识。我有个问题要咨询。
请说。是关于我女儿的。她今年14岁，已经上初中了，刚好初中1年级。但是，您说您不要着急。因为我女儿长得漂亮，她虽然只有14岁，但是她发育的早，长得很成熟。好像你还没有说到正题。所以我女儿很吸引男人的眼球。我最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老师、班主任是个男人，30多岁，课余时间同学们都回家了，老师他总留我女儿补习。你女儿的功课好吗？她的功课一直很优秀，各门都很优秀，不需要老师的补习。而且老师在补习的时候总是拍我女儿的身体，我女儿害怕了，我怀疑我女儿的老师有性骚扰的嫌疑。这位听众，你别急，我们是这样为你想办法的。第一，你可以正式地和这个老师谈谈，问他为什么总是要给你的女儿补习。如果他不回答，我建议你向学校的有关部门反映，通过组织来解决。第二，建议你的女儿呢拒绝这位男性老师的补习，要补习可以，必须是女性老师。第三，作为家长在工作之余要多抽时间陪孩子，当然包括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也要多花时间陪孩子读书。经过你的点拨，我们家长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谢谢你，主持人。不用谢，再见。于老师，您的玫瑰。谁送的？还是那个男人，我不让他放在这儿，他偏偏放在这儿。你好，听声音你很年轻。是的，我26岁，我最近很苦恼。你有什么苦恼说出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的忙。我有个女朋友，我们2个同居了，但是她最近一段时间老是回家很晚，借口单位加班。你怀疑她？是的，我到她单位去找过，她的单位根本就没有加过班，她有人呢。你需要什么帮助吗？你们2个没有结婚，又没有生孩子，这种关系在法律上根本不受保护。我跟踪了他，发现他和他的老板在一起。这样的事情只能说他对你们的爱情不忠，只能从道德上谴责，法律上没有办法。喂，这位听众，你怎么不说话了？我想杀了他们。你不能胡思乱想。你可以正式的跟他谈谈。如果你们没有爱情，你们可以分手，但是你不能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杀人者偿命。我想去查一下，杀了这对狗男狗女。这位听众，你叫什么名字？你能不能把你的名字或者单位的地址告诉我？我们可以帮你。这没有必要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等等，你不是喜欢我的节目吗？我们可以聊聊。我就想告诉你，我喜欢你的节目，喜欢听你的声音。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一直坚持每天都收听你的节目。我在想，要是杀了他们，我就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所以你更不能胡思乱想。是这样的，这位听众，你不要着急，感情的事情不能强求。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既然你女朋友已经不爱你了，你可以分手啊，你可以让她走啊。你今年才20几岁，你今后的路还很长。你的父母生你养你，
他们不希望看到他们辛辛苦苦带大的孩子有今天这样一个结局。赶快查一下他电话的位置。喂，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想听到我的声音吗？赶快和有关部门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阻止这个年轻人犯罪。还可以往他刚才打电话那个地方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联系一下。哎，喂，是你吗？我们可不可以继续聊聊？我迷恋你的声音，更喜欢你这个人。你不是刚才那位听众。你别急嘛，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拨通你的法治热线。请问你有什么法律的问题要咨询吗？如果没有，导播要切断你的电话了。你别急着挂线嘛，我就跟你说几句。我喜欢你主持的节目，更喜欢你这个人。你忘了这几天你收到的玫瑰花了吗？那些玫瑰都是爱情的象征，我就是要追求。这是个纠缠者。最近有个人天天送玫瑰花给我。你为什么要天天给我们的主持人送玫瑰花？我喜欢他的节目。他已经有家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劝你以后不要再送花了，也不要天天打电话干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继续干扰我们的节目，我们就会把你扭送到公安局去。我喜欢你们的节目，欣赏你们的主持人，这有错吗？这没什么错。可是你送玫瑰花是什么意思？喜欢啊。你喜欢？你还喜欢章子怡呢？章子怡就是你的了，没什么道理。我还喜欢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呢，可是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永远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正式告诉你，你这样是没用的。你是什么单位的？我是他的忠实听众，我有权利喜欢他。把你的工作证拿出来。这个送玫瑰的人叫花沈南，是一个民营肉联厂的工人。我们已经联系他的单位，希望他在单位做本人的工作，单位已经管不了了。我们下面准备找他的街道办事处和管辖派出所呢，所以你放心吧。萍萍，你不用怕，我们是个整体。他能把我怎么样？于萍萍，我爱你，直到你答应我为止。于萍萍，玫瑰花送给你的，我爱你。干部的，哪个单位的？快喊什么啊？怎么了？凭什么于萍萍就这么红？还有男人给她送玫瑰呢，天天送。虽然是个骚扰者，但是起码有人送啊。可是我呢？哎呀，想让人骚扰还没有呢。你着什么急呀？人家于萍萍在电台工作10几年了，你呢，才3年。我现在才是个小策划。什么时候我能当上主持人、制片人？什么时候我也能主持自己的栏目，赢得听众的掌声，甚至也有人送玫瑰给我呢？行了，玫瑰花就都包在我身上了。我真的有点害怕，那个人一直追着我送玫瑰。对于这样骚扰者呀，没必要大惊小怪的。等我做完手术，我马上回家啊。老公，你一定要保护我啊！女人这个时候是有点软弱的，你早点回来。等我手术完了，立刻赶回去，好吗？嗯，好。喂，哪位？我叫葛建斌。葛建斌？哦，
我不认识您吧？我是个律师。1个月以前，我参加市侨联举办的欢迎海归派的联谊会上，我们见过。我还递给你张名片。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是这样，于平梅女士，我刚刚在网络上看到了你的事情，我为你的遭遇而愤愤不平。这种骚扰者太下作了，我觉得你应该在法律上跟他说清楚。你说呢？网络上写的什么呀？你赶快打开电脑，进入东海网，那你就明白了。你看到了吧？我看到了。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有我电话号码的呢？是这样，你别紧张。今天下午我看到了你的新闻之后，我就给你们台里打电话，通过关系找到了你的电话。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担任你的律师，而且是免费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一直给你送玫瑰花的人，他是骚扰、纠缠。你可以根据这个新的法律条例，以治安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去起诉他。我在这里愿意担任你的律师。我还没有想好是不是要打这个官司呢。你现在就要打了，你要把这种骚扰遏制在萌芽状态。现在他天天给你送玫瑰，你过些日子，他很可能会采取新的更激烈的行为。因为最近呢，我一直处理这些案件，有这方面的教训。到了最后，他也可能骚扰到你们家人，也可能采取暴力行为。所以在这里啊，你一定要取得法律对你的帮助。尽管你是一个法律节目主持人，但是真正遇到了这种事情，你的法律意识还不是很强的。是啊，您说的对。今天我从台里出来的时候，他就追着我的车，把玫瑰从我的车窗上摔过来。所以啊，现在你就要准备打官司了，请求法律来帮助你，制止这种卑鄙而不道德的行为。我来做你的律师，好吗？对了，想问您叫什么名字？葛建斌。哦，是哪个律师事务所啊？主持人于平梅女士，你真的让我失望。那天我不是递给你张名片吗？你好好找一找。我希望呢，我们这几天就能把这件事情定下来。顺便跟你说一句，我是你一个忠实的听众，我等着你的消息。再见。你一听见别人侵犯我，就有感觉？只要我在，我就不让任何人侵犯你。我要保护我的妻子。